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派罐头。现在时间是早上7:44。我自从裸辞以后，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早起了。那今天会这么早起呢，是因为我们要离开胡志明的市区，去一个西北方大概40公里一个叫古芝地道的地方，去体验一下当年北越的一些行程。那这个行程呢，我是在 KKday 上面买的，一个人大概是710块。开始之前呢，先帮我按赞订阅一下，感谢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导游，来自越南北方的 Lily， 曾去过俄罗斯留学，中文自学得非常好，是个可爱又有学问的越南女孩。古芝地道是越共游击队在抗法战争时期开始挖掘的，到越战的时候进一步扩大，整个隧道长达250公里，深度有3到8米，像蚁穴一样在地底下成为一个发达的网路。地道内有指挥中心、医院、厨房、宿舍、武器库，还有许多诱导敌军的陷阱。几乎可以说是个地下城市，而越南共产党当年就隐匿在这之中，游击南越和美军。看来打游击战可以说是各国共产党的共同战术了吧？那时北越的人民为了躲避美军，足足在地道里生活了21年，直到南北越统一才让他们重获新生。进那个森林里面，你们会看到很明显，可是那个是我们已经打开，给你们体验，以前没有那么大。这个是厨房。然后你们看厨房旁边还有4个空着，因为为什么做饭的会有什么？我们不会让那个烟从这里上来，因为他们看到了就就是OK， 这里这里上去，然后投弹了，这里还安全，不是危。谢谢。然后这个是仓库发东西的，战斗烟，旁边就是秘密路，下面的路，这里大概50到60厘米。这里最小30到35，因为为什么？美军他们很大很小，他们进来就去古芝地道前，我们现在参观这个叫 Handicapped Handicrafts 的地方，它是一个手工艺坊，里面工作的人主要都是越战时受到沉寂的影响，而导致身心障碍的受害者。他们在这边纯手工制作鸭蛋花和贝壳画，是越南传统的手工艺。小很细这种，为了做这样子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奥带，然后这个是斗笠，然后这个是代表学校里面我们在越南上学的时候，一周会有一天就是要穿这个奥带，就是女生的。比如是学生的话呢，必须得穿这个白色的，只有老师才能穿别的颜色。这里都是手工的。好的，OK， 你要摸一下，这什么做的？蛋壳的，蛋壳，那你都没有注意我。可爱。在这里可以参观他们的制作过程，后面有商店可以购买，不过商店禁止拍摄就没办法呈现了。到了古芝地道的路口，一下车就可以看到许多军武，基本上都是北越角或者战利品。这个国旗那时候只有北越用的，南越是用另外一种的，这里面有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个背景什么颜色？红色的，红色是代表鞋的颜色，共产国家都会有这个颜色。那个星是代表我们的衣服，有一个5个角，每一个角是代表一个是会见血的民族的商品有知识的人。对，每一个这样子大概200到300公斤。那时候他们已经投了大概800万吨这样子的炸弹。你们看是不是有很多种类？每一种它都会有它自己的功能。要炸这个森林的用一种，然后要炸房子的话呢一种。可是就不管什么种类，人也会被死。古芝地道就藏在这片森林里面，想必很多人都看过这张地狱梗图吧？美军那时为了在丛林中把越共找出来，在森林间撒了很多沉剂，它可以让植物在2-3天内迅速死亡，但同时也会对人造成很多可怕的后遗症，包括畸形、癌症、智力不足以及其他难以治疗的痛苦疾病。后来越南靠着种植向日葵，花了10年的时间才把这里的毒素清除掉。这里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战士，可是那时候就没有这么高，没有这么时尚，没有这么漂亮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只有大概40到45公斤。我们被那个毒物影响，然后我们在地下都这样子走路。男生穿的是绿色的，然后女生穿的是黑色，85%都是男生，然后他们是在白日活动的，所以他们就穿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的女生只有在那个晚上才跑出来，因为白日他们还要照顾他们的家人，因为多少年
21年，21年在里面也有生 baby 生孩子嘛。它长得跟这个一样，对，差不多。然后这个就是跟随莉莉的脚步，我们来到其中一个地道，这边展示了他们怎么样隐藏地道的入口。这个树叶，然后你们先这样，然后你们就下去，然后把树叶放在上面，然后拿下面的这个，拿下面的这个，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对。你那个可能会卡住哦，你的那个GoPro可能会卡住。可以吗？而且要两手举很高，可以吗？去，你不然会卡在肩膀。你太大了。卡在肩膀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耶！好了，给了。刚才都没拍到。小小一摇。哇，好黑！哦，哇，你好快哎！好快哎！你也成功了，耶！接下来我们还换了更深的地道，不过他已经有为了观光把地道做得宽敞些，并用混凝土让地道更坚固。哇，这确实不容易。以前只有门口那个煤油灯呢。他现在还装电灯。哇，好开心！还可以半蹲。你们回家了？好了，都抓到了。柚子吧，呀 ！OK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人吗？哦，我也是人，你看。哦，这是医院是不是？哦，超热，吃的太肥就会被杀掉的感觉。你们下去就可以看到第一层是开会掩体，开会掩体是最大一个掩体，它的路就比刚才第一个那个水井的那个差不多，然后也从这里你们可以选择要不要爬第二层。好，第二层有两种，就是30米长和50米长，你们要多少我带你们多少，爬到柬埔寨都可以。这开会的地方真舒服，终于可以升职。接下来进到的空间就是地下指挥所。想想以前越战的时候，他们要彼此联系，只能从这个狭小的房间透过地道进行联系，不像我们现在有 eSIM 可以使用，就算出国了也可以轻松跟家人联系。支持多国多地区使用，同时拥有多层加密技术，让你的隐私和古之地道一样难以发现，超级安全。出国前不用跑去营业厅排队，也不用拿着退卡针在那边训练视力，把 SIM 卡插拔拔的。现在使用 eSIM 通，选好自费方案以后购买，扫描 QR Code 安装好，马上就可以使用了，真的超方便。现在就点击我的资讯栏链接，或者输入推荐码 Jack Lee， 马上出国使用 eSIM 吧。好了，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。对啊，都热死了。对，很热。啊，像你这样都要这么辛苦的走了，那他们在那边那个11年走路就没办法正常走。活着还是重要。活着还是重要啊！为了活着，只能走这种好热闹。钻这种地道，而且还蛮潮湿的。对。
好在它有点潮湿，感觉比较冰凉一点，不然真会闷死。而且我感觉它应该有偷开冷气给我们。对，这个风是什么？这是风还是自然风？不是自然，我们弄的。它有偷开冷气的，所以这里面应该更闷的。之前。对。哦，啊，这个要怎么转？哇，更小，更窄更小。小心哦，下坡哦。这感觉直接上去好了，有幽闭恐惧症的人是不能进来的。哦，哇！哦。不行，我快不行。后面没了。那你50而已，来这边。我脚好酸哦。那就30上行。啊，哇！你们，哇，以前北越人太厉害了。哇！喜不喜欢？我想让腿休息一下，可以吗？各位，其实往下还有50米的，但我觉得我腿不行了，太酸了，所以我决定往上。我30米我就放弃了。你还好吗？你好瘦。哇，肥宅不行了，肥宅不行了，肥宅受不了了。我现在应该很狼狈。它第一层有3米，3米就是我们第一个走的，然后这一层有6米，那往下可以到很深。我觉得还不行，但小帮手很强。哎呀，50 here。哎呀。哎，他来了吗？他可能不来，因为他很高。是，好多我眼泪，也有原因。对。我们这么辛苦，你怎么能做得出？我吃太胖会被杀掉啊！小帮手怎么样？50米。还好啊。你觉得还好？哇，我刚刚真的腿超酸呢。他很聪明哦，在这边摆一个，很贴心。装完地道洗个手，买个冰。我刚刚本来还想说用爬的，结果那个土超级松软，手直接陷下去，所以我又继续蹲走。我们的午餐木薯，但长得很像甘蔗，然后沾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像花生粉。我们吃的是这个东西，然后它是在地下的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没有知道我们吃的是什么。为什么要吃这个？因为你们也知道那个西贡河的水都很毒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种稻米。然后它都很好种，因为为什么它不显稀土，它也不需要水。比如你们这样拿着，就是把它的身剪成一小颗这样子，直接拿一颗，然后扎在那个地上，它会直接长出来。对，然后这个还可以做沙拉吃的。哦，是的，珍珠奶茶那个珍珠，用这个来做。哦。吃一下，路上还有2个小时。其实这个木薯吃起来偏干，但因为是淀粉，所以确实能缓解饥饿感。这里是厨房的出烟孔，烟囱，算烟囱啦。然后他们只有凌晨4、5点会煮饭，免得被发现。被叫胡志明拖鞋。真的，他的名字就叫胡志明拖鞋。那你们看，我们穿的话，那是应该这样子是吗？可是我们那时候是反过来穿的。
因为哦，留脚印。对，哦特别的是那个雨季的时候，你们走路的话会留下那个脚印，然后就是画一下方向嘛，前后然后右左，比如我们这么多人的。我们走一直线，前面的人，第一个人，我走了，然后我留下那个脚印，你们也要跟着我的脚印走，对，就是让他们以为算不到，算不出人。哦，接下来是北越制作的各种陷阱。河里面因为周围都是水嘛，所以就看不到这个东西。他们会看到这个水里面的嘛都不知道，对，撒了这个，然后比如把那个腿压伤，才碰到这个。这个是挂在那个门口后面，因为我们的战士有时候会回家看家人嘛，然后是这样子挂。每次他们来的，然后他们就把那个门打开，这个会吹下来，然后第一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会把这个。拿稳是不是？然后这部分抬动。之后我们离开了古芝地道，前往打靶的基地。这应该是越南唯一可以合法开枪的地方了吧？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是替代役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开过真枪。今天算是我真的第一次打枪啦。开车一小段路以后，来到一个打靶的地方，我们听到枪声超级大。我打算玩 AK。真枪实弹还是有差。我以前打靶的命中率还蛮高的，以前我打什么飞盘啊或者什么的，但那些都不是真枪实弹，命中率有点差啊，我觉得。虽然它的卡弹率有点高，也看不太清楚到底有没有上靶，不过体验一下还是蛮好玩的。以上呢就是我们古芝地道的行程，我自己感觉真的是蛮值得来一趟，因为其实费用也不贵。但是如果是腿脚不好的人或平常比较少运动的人，真的要注意一下，然后有用中文讲解一下越战大概的历史。那不过算是今天才知道，就是我们常常都在讲越战，觉得是南北越的战争，但是对他们而言，其实是北越在打美国。好像事实也是如此啊，因为其实南越很废，所以美国后来一撤离，南越就垮了。我觉得可能北韩当年也是这种感觉，就是他们不觉得他们在打南韩，他们觉得他们在打美国。那其实我今天感受最重的一句话是，我们那时候都觉得20几年来都一直窝在这个地道里面生活，真的是很困难，就觉得是不是一直这样子匍匐前进，或者是这样子蹲着走，到地面上就没办法正常走路。然后导游回了一句说，还是活着比较重要。我觉得这一句话真的是看似平淡，但其实蛮震撼的一句话。确实，大家都是为了想要生存下去，然后想尽办法在这个战争中生存。但其实这些战争都不是他们引起的，他们都是这些战争的受害者。那因为带头的领导人想要打这个战争，导致底下的人民跟着受苦，不管是当时的北越人民还是当时的南越人民。我觉得其实世界上所有战争都是一样，想要打仗的人很舒舒服服的躲在办公室里面，受苦的百姓就这样子躲在地洞里面生活20几年。我刚下去，每一次下去其实应该都10分钟不到，但是就已经快累死了。真的是很难以想象。那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一下。那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有关于旅游啊或一些历史小故事的话，也欢迎加入我的冠家军，支持我，好不好？那我是海白罐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're not okay, and tell me what'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